大家好，查理斯，欢迎来到 Auto Lab。作为一个杭州人啊，今天我非常骄傲的为各位带来杭州湾库里南极氪 9X。自从我听说极氪要造这样一台车之后，身边就不断的有朋友来和我分享关于这辆车的信息，无论是极氪的公关朋友、参加内部品鉴的媒体朋友，甚至还有参加了用户调研的车主朋友，他们都不停的在和我说这辆车它实际的视觉效果究竟有多么的炸裂。而今天我终于是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这辆车外观真正的一个视觉效果。确实还是非常的震撼的。即便是我1.9米的身高站在这辆车边上，各位相信也依旧可以感受到它扑面而来的体量感，甚至是压迫感。更重要的是，这一份压迫感它不仅仅是来源于这辆车的尺寸，确实它是很大，但是它的3维数据5.2米、2米、1.8米，其实和当前中国市场主流的9系 SUV 相比，它并没有特别突出。它真正突出的是它整体的设计手法。它用了大量的平直线条以及大面积的形面来进一步烘托出整辆车的一个气场。比如说，它有全球最大的一体式进气格栅，比如说它有着超大号的4门2盖，比如说它有着贯穿 A、B、C 柱的地柱装饰，还有极氪的特产手搓的22寸大柄轮毂。这一系列的设计元素造就了这辆车外观上的精髓。我曾经非常主观地认为极氪009是全世界最好看的 MPV， 没有之一。而如今，当极氪把这样一套设计语言搬到了一台 SUV 身上之后，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它把整体的这种气场感、这种体量感烘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真的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在视觉效果上最接近于劳斯莱斯库里南的车型，甚至胜过了丰田世纪 SUV。但是话说回来，虽然我们不停地在拿这台车和库里南去对比，但其实这两台车所展现出来的车型性格是有所不同的。这一点从它们车侧的比例就可以看出来。虽然说库里南它的车长超过了5.3米，但它其实也只是一台2排座的 SUV 车型，所以看它的车侧你会发现它的车头更长，会把整个座舱往后赶一点。它的低柱非常的粗壮，会把整个侧后窗往前赶，再配合上它一个稍稍有点后仰的一个车身姿态，你就会发现它的视觉重心其实大概是落在了驾驶室的一个位置，它的整个的设计重心是更靠前的。然而这台极氪 9X 会有一点不一样，它的车头长度呢相对的比较克制，而它的低柱也依旧是给侧窗预留了一个比较大的面积，再加上它整个车身姿态是比较平直的，所以说你最后的视觉重心大概是落在 B 柱，甚至要接近于后排的地方，也就意味着这辆车在给予你这种气场、这种力量感的同时，它依旧是兼顾到了实用性。因为大家别忘了，这台极氪 9X 是一台3排座的车型。所以说，在外形上我们可能更多去对比库里南，但其实在车型性格上，考虑到极氪 9X 在未来是会推出4座光辉版的，所以说这辆车的性格其实更像是奔驰的 GLS， 而光辉版就是它的迈巴赫。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辆车细节上一些设计有趣的地方。首先是它的头灯组看起来非常的璀璨，那是因为根据官方资料，它结合了钻石和星空的这样一个设计元素。另外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头灯的灯组它的布局可能有些不太好理解。其实很简单，去看一些美式的皮卡他们的头灯，你就会有概念。作为一台2025年发布的新能源车型，极氪 9X 使用的是一个传统造型的门把手，这绝对要给个好评。但是当你仔细往里看，你会发现一个小按钮，这其实它是一个传统造型的电子门把手。这辆车的轮胎型号是倍耐力的 PZ5， 也就是第5代的 PZ5， 然后是电动专用的版本。另外，在这个标边上，我们还会看到一个 ZK 的 OEM 认证标，也就意味着这条轮胎其实是极氪品牌和倍耐力联合为这辆车所研发的，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另外，这辆车的轮胎型号前后都是285、45、22。从我们获得的信息来看，其实这辆车更适合前后配，原因一会儿再告诉大家。由于我的身高比较高所以我站在这儿呢，发现了一个小特点，就是这辆车的双天窗是前大后小的，而且从覆盖面积来看，第3排也会有专属于自己的天窗，这一点和路虎发现4、老的奔驰 GLS 如出一辙。最后来叠个甲，我们今天拍摄这辆车距离量产的状态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各位观众请不要纠结于某些可能会展现它做工的细节画面。另外，极氪官方也告诉我了，这辆车大概会在第3季度末的时候正式量产交付。
说实话，这个视频拍到这里呢，其实已经可以结束了，因为我们今天并不能坐进车内，没有办法给各位来展示它的内饰设计以及整体的空间表现。但是极氪 9X 这台车它的精髓其实并不仅仅是在于内外饰对于豪华这个词的诠释，更多是对于科技旗舰这个词的理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辆车的一些技术细节。首先，它是极氪品牌第一台插电混动车型，但是它使用的并不是吉利家祖传的3档 DHT 插混机构，而是一个单档直驱的机构。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呢？一个混动系统，它的档位越多，也就意味着发动机参与驱动的比例就越高。那么它更追求发动机以及电机同时工作时候那种加速爆发力。然而这台极氪 9X， 它有着1030千瓦的电驱总功率，而且它的电池放电功率是完全可以覆盖着前后3个电机的总功率输出的。所以说，在整个全力加速的过程中，发动机是没有必要存在的。那么这个发动机它存在的意义就变得纯粹了很多，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续航。虽然说它作为一台插电混动车型，它的 CLTC 纯电续航已经达到了380公里，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但是它有着70度电的电池。什么概念呢？如果你换电的运气不好，那么蔚来 ES8 这个纯电车型也就是70度电。所以我们再换算一下，如果我们把极氪009的那个140度电的电池给升级到这辆车的900伏超高压平台，那么它的 CLTC 满打满算也就是760公里，甚至还要更低，因为车可能会变得更重。所以说，相较于给一个很重的电池让车身的控制变得更难，极氪宁可给它塞一台发动机、一台驱动系统以及一个油箱，让它的最大续航能力超过1000公里。具体数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且呢，极氪还声称这一整套混动系统可以做到一个全场景接近于纯电感的一个行驶品质。这方面具体的表现只能等到动态试驾的时候才能详细和大家分享。讲完了动力总成，再来看看这辆车的底盘硬件。双腔闭式空悬加双阀 CVC， 再加上48伏的主动防倾杆，这是这辆极氪 9X 底盘所使用的技术。而且它也成为了第一台搭载主动防倾杆技术的国产车型。关于刚才讲到的那3个技术具体是什么原理，我这里就不给大家展开了。我这里更想抛出一个话题，这一套硬件已经算是非全主动悬挂系统里面全球范围内最顶尖的一个硬件了。但是呢，现在的中国车企又已经开始进军到全主动悬挂的一个领域了，比如说蔚来，比如说仰望。那么这2条技术路线它究竟孰优孰劣呢？我先抛出我自己的想法。全主动悬挂它确实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它有着更大的调节范围，但是你想让它实现最终真正意义上的平稳，它的调教难度是相当之大的，它的软件难度也非常的大。然而对于这一套稍微有一些传统的底盘硬件来说呢，它有着更多可以去依赖的经验。虽然说它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很大范围的调节，但是最终要获得一个绝对平稳、绝对舒适的结果，它反而更加的方便。那么屏幕前的你是如何认为的呢？最后，关于这辆车的驾驶辅助，它首发搭载了千里浩瀚 H7 和 H9 的方案，其中 H9 方案包含了一颗520线的前向激光雷达，4颗补盲雷达，数字已经不是很重要的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影像头，还有2片英伟达富尔芯片，最大的算力来到了1400 TOPS。但还是那句话，关于这套系统的实际表现，等试驾的时候再说吧。虽然说我今天只是对着这辆车的外观叭叭叭的讲了那么多，但其实这辆车背后还有很多炸裂的数据，还有很多技术细节可以体现出中国品牌对于豪华旗舰理解。所以在看完这辆车之后，我也坚信今年确实会是中国品牌在豪华旗舰领域，无论是 SUV、MPV 还是轿车爆发的元年。OK，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 Auto Lab， 我是哈里森，我们下期再见。